那有一种病叫做痛风，痛风就是我们血液里面的尿酸的浓度已经太高了，那高到在我们的周边关节的附近，它就沉淀了。那除了痛风，除了尿酸高以外呢，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它是不太流动的，不太流动就会沉淀。所以要改善痛风，除了降低尿酸以外，让周边的组织液可以流动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。大家好，我是方世清医师，我在 YouTube 的未来健康研究院，今天跟各位分享养生系列的第2集，也就是走出健康，多走路。我们是不是看到有些人呢，手脚末端都会肿肿的，老人家也会这样子抱怨，或者是你会觉得说，我的手脚末端怎么都麻麻的，不是几个手指麻，是全部麻。那种肿肿麻麻的是什么问题呢？方医师跟你说，这种问题就是组织液循环不通的问题。我们的循环呢，从心脏打出来，然后到末端去，然后到微血管，然后就会分散到我们的组织去，那被叫做组织液。那组织液有一部分是走不同的路径回来的。那如果它打得去，但是回不来，就会在末端滞留。在末端滞留呢，那些东西就好像水沟的水一样，不流动的，它会脏掉的。然后就引起我们免疫的攻击，那里面堆了一大堆我们代谢的废气的产物，那这样子会不会肿？会不会麻？那有一种病叫做痛风，痛风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液里面的尿酸的浓度已经太高了，那高到在我们的这些周边关节的附近，它就沉淀了。那除了痛风，除了尿酸高以外呢，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它是不太流动的。不太流动就会沉淀，所以要改善痛风，除了降低尿酸以外，让周边的组织液可以流动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。那我们的周边的组织液怎么样能够回来呢？周边组织液回来的管路是什么呢？回来的马达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脏这个马达把这个血推到我们的周边去，到身体的每一个地方。那我们有知道我们有这个马达是心脏，我们这个通路是动脉，是微血管，但是组织液又没有什么看得见的管路，又没有明显的马达，它怎么回来呢？我跟各位介绍，我们组织液回来呢有3个路径。第一个路径就是我们看得到的静脉，平常我们有些人静脉曲张，在大腿外侧就看到哇密密麻麻的很粗的血管，那就叫做静脉。我们的体内到处也都有静脉。静脉算是看得到的回来的一个血管的路。那另外一个更细的叫做淋巴管，淋巴管也算是看得到的，但是它已经长得有点模模糊糊的。那除了这些看得到的管子以外，方医师今天提到也是借由中医的概念来的，就是静脉。静脉是什么？静脉就是那一种已经还没有形成管子的水路。在我们胎儿的时候，在妈妈的肚子里，我们是一坨细胞啊，在那一坨细胞里面还没有长出心脏，还没有长出这些静脉、动脉，它就已经开始在循环了。这些循环的路呢，方医师就把它叫做是最原始的经脉，也就是那些凹槽的水路可以走的地方。而这套经脉系统一直流到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长这么大了，身体还是有这一套水路。方医师在中医的经脉的研究上有一个自己的看法，我们身上呢有12条经脉，一边有12条，这12条经脉不是独立的，它可以以4条为一个单位串成一个圆圈，大概是从我们的这个锁骨胸口这地方开始出发，然后走到我们的手，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头部，然后再走到我们的脚，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约奶的地方，这样子的一个圈圈呢，总共有3个圈圈，每一个圈圈呢，在跟我们的神经的路径上是有重叠的地方。第一组的回路呢，方医师就说是从颈椎第6条走到肩椎第1条，也就是 C6 到 S1 的，是有雷同的，因为它们的出发点跟终点是在一起的。第2组的水路呢，是颈椎第7到腰椎第5 C7 到 L5， 它的出发点跟终点是叠在一起的。第3组是 C8 到 L4， 那这个部分是方医师独创的一个说法，所以我们一边就有3组水路了，那2边就是各1组，各3组的水路来帮助我们
这个组织液可以流动。那我们常常说这个气血不通啊，除了看得到的管路的血不通以外，还有所谓的气啊，这个气可以解读成在静脉里面流动的组织液。好，那管路已经讲完了，有这3种看得见跟看不见的水路以外，那有一个马达要去驱动它。那心脏是一个马达，大家都可以理解嘛。那什么东西可以把组织液拉回来呢？那就是呼吸。我们是一个呼吸的马达，那再加上一个副马达，辅助用的就是肌肉马达。那我们如果一直能够规律的呼吸跟肌肉的运动，我们就可以有效率的把组织液给弄回来。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，就是快走。我们快走的时候，不是像这样子散步一样的走，我们是有规律的，那走快一点的。这时候你的呼吸是不是要用大力一点？用大力一点的深呼吸，那这样这个拉回组织液的效率就更高了。所以快走是可以同时把呼吸马达跟肌肉副马达启动的一个系统，那就可以把我们组织液带回来。那有人说我天天都在工作啊，我跑来跑去的，一天这样子劳动很累啊，我还要去运动吗？那运动跟劳动有什么不一样？运动就是规律的动，劳动就是不规律的乱动。当你不规律的乱动的时候，你呼吸跟肌肉要把你的组织液拉回来，效率是低的。所以不管你怎么劳动怎么累，你还是可以有1个小时的时间去走路。你这走路就是把你的组织液拉回来。所以那些这个老先生老太太，有时候整天都不能动，或因为这个懒惰的原因或身体的原因不能动，那造成手脚末端组织液的累积，他们都是有点水肿，有点胀感，有点麻感。好，那这种状态呢，更需要去走路。但是有些人真的是没办法走路啊，他就跟你说他膝盖很差啊，他走路会跌倒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就不要走了吗？那方医师推荐一个用手走路的方法，不是用脚走路，用手走路。用手怎么走路呢？我们就做平甩功。以下看我们对于平甩功怎么做的介绍。现在是平甩功的居家版的教学。那平甩功呢，基本上讲就是用手来走路。我们来示范给大家看。平甩功首先是要平，所以第一个动作是甩，平甩，平甩。那这样做的话也不用太快，那也可以配合呼吸哦，吸吐吸吐。好，所以这是手部的动作。所以几个重点，第一个是要平，不要乱甩，不要这样乱甩。第二个呢，有一个甩的一个力道。第3个呢，就是不要太快，配合呼吸吸吐。那每次做4下之后，可以配合一下做那个蹲的动作。那我们先做脚的动作，我们蹲2次。好，1、2起来，1、2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做4个手的动作，配合一个腿的动作。好，来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第5个蹲2下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 ，OK， 好。这样子做10分钟或20分钟，整个身体都会热起来。这是用手走路的方法，谢谢。那我们鼻子会痒，眼睛会痒，头皮还会发麻，那这是什么问题呢？有人都有这种问题吗？常常莫名其妙一直发生。那有人还会偏头痛、头胀、头昏，这是什么问题呢？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是你头部、脸部的组织液是不通的。我们刚才提到身体组织液不通，手脚都会胀会麻嘛。那头跟脸的组织液不通呢，那也会引起我们的发炎啊。所以头跟脸组织液不通怎么样治疗？方医师就推荐一个叫做脸部跟头部的淋巴按摩。我们的头部跟脸部的表面啊，就有很多的淋巴管，然后它也是一样没有马达。那我们来帮助它流动嘛，我们就用我们的手，我们可以按我们的头皮。从上面往下按，如果有一种梳子啊，那种比较钝头的梳子也是有帮助的。然后把这个淋巴往外推，往下推，你的头发会变得很扁。然后我们的额头上的淋巴，我们也是往旁边推，眼睛下面的呢也是往旁边推。
然后我们鼻子下、嘴巴旁边也是往后，把这个下巴的地方推。等于说我们的脸部啊，经过你这样一推啊，淋巴液都已经到边边去了。那这边有很多淋巴结啊，这是它的一个出入口啊。你就淋巴结的地方，你是继续推，然后推，你就是挤压它。然后脖子这边的2条肌肉啊，你也是可以用你的手往下推，往下推。那因为这些淋巴液的入口地方就在我们锁骨下面的静脉，所以我们就把它送到那个静脉这个地方，它整个就流通了。那你有没有觉得推完以后啊，整个精神好像变好一点哦？所以这是方医师推荐的脸部跟头部的淋巴按摩。那还有一种就是眼睛的按摩，我们眼睛也有淋巴，我们眼睛有组织液啊。我们眼睛是一个像球一样的，但是在球前面有一个小球，所以它有分为前房跟后房。那前房会制造很多房前液、前房液，这些液体呢，它要从这个前面这个小房间的边边啊，然后流走，但有时候会不太通啊，会造成这边液体累积啊，累积压力就高起来了。那高起来叫做青光眼，因为整个压力高会一直往后推，会压迫我们的神经，造成我们视神经的萎缩。所以这个青光眼也是一个很可怕的病啊。那我们怎么样用人工的方法减少眼压呢？如果我们直接去推这个眼睛啊，从外面这样推，它旁边这些通路啊，也会一起都被压扁了，这样反而也没有办法得到效果。所以我们要从一边推，然后让这边压下去之后，这边是翘起来的，所以可以流通。那怎么做呢？我们用2只手压在我们的眼球的上半段就好了，我们不要全部压，压一半，然后压大概10秒钟。那你在压的时候呢，你的眼睛的前房液就可以流走一部分了。然后我们再压下半段，下半段也是压10秒钟，压10秒钟之后呢，又得到一样的效果。好，那各10秒钟。有时候压完之后，你会觉得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那这样子可以减少眼压，在科学上的证明都是对的，都是有用的。好，不是直接压，是压上半部，压下半部。那今天这套养生方法是什么呢？它就是要让我们全身的组织液啊，双向的都是流通的，我们有去有回啊。有些人呢，局部的组织或局部的器官，它的双向循环不好，要么来的太少，要么回去的不通，造成那个地方呢，营养供给啊、代谢物的排泄啊，都做得不好，然后那个地方就会生病，就会发炎，甚至长癌症。为什么会长癌症呢？因为癌细胞是一种细胞求生存的办法。你今天那个环境搞得很差，然后癌细胞就被逼变成癌细胞来活着的，所以癌细胞的生存能力很强，是被逼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不要让环境变得那么的恶化，所以环境不恶化，就是要搞双向循环，动脉血可以进来，组织液可以带走。论语上讲说啊，不患寡而患不均啊。你今天如果有局部不通啊，那地方就容易生病啊。我们要养生啊，我们全身都要影响啊。你今天如果肝不好，你是不是整个身体也被拖累了？那有些人得癌症，然后他都没有转移到别的地方，就转移到肝或转移到某个地方。为什么那个地方特别虚弱呢？那可能那地方的双向循环不好。那我们怎么样搞定双向循环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规律的呼吸运动，规律的呼吸运动，快走就是一个很大的方法。所以今天提供的这个养生系列就是要多走路，谢谢各位。